在将家人和李长青等人安顿好后，楚风便离开了青龙宗，前往了朱雀城。因为如今在这青州境内还有2个人是楚风最放不下的，那便是苏柔和苏美这对姐妹花。而凭借敏锐的精神力，当楚风来到朱雀城外，发现这里竟然由灰袍界灵师布置出了道道感应结界，并且在朱雀城内感觉到了很多不属于朱雀城的人隐藏在这其中。这种种都告诉楚风，如今的朱雀城很可能是一座陷阱，但是他却不得不跳入这陷阱之中，否则无法将苏柔、苏美这对姐妹解救出来。楚风潜入朱雀城，先是分别来到苏柔和苏美的住处，可却发现2人并不在这里，这让楚风不由担心起来。最终他潜入到了苏痕的住处，想在他的身上寻找一些线索。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在楚风刚刚潜入苏痕所住的宫殿不久，苏痕便从外面赶了回来，并且他还带了3位客人，竟是凌云宗的灰袍界灵师。至于另外2位皆是老者，一位黑发如墨，一位白发如雪，都是凌云宗的顶尖高手，是12护法中的2位，果然是凌云宗的人。我倒是要看看你们在玩些什么猫腻。楚风并没有第一时间出来质问苏痕，而是隐藏气息，躲在角落，静静地观察着3人的一举一动。3位大人快请坐。进入厅堂，苏痕如哈巴狗一样对凌云宗的3位点头哈腰，端茶倒水。楚风还是第一次发现，这位朱雀城城主原来拍马屁的功夫如此一流。苏痕城主，看来你所说不实啊！你说那楚风对你2位女儿爱得死去活来，得知你的2个女儿与他断绝关系，肯定会来此问个究竟。可为何这么多日子过去了，楚风还是音讯全无呢？白发护法问道。也许是那楚风薄情寡义，也可能是那楚风早就逃遁出青州，置我的2个女儿于不顾了吧？苏痕笑嘻嘻地解释道。那这样说来，你的2个女儿还真是看错人了。不过就算楚风来，也只是送死而已。苏痕城主，你的2个女儿都是难得的美人，不过可惜却与楚风有染，并且至今还不愿与楚风斩断关系，这恐怕会影响你苏家日后的发展。毕竟这次麒麟王府的府主大人可是发话，要杀光所有与楚风牵扯不清之人。黑发护法开口道：大人，这听得此话，苏痕吓得不轻，想要解释却又不知如何解释，竟然结巴了起来。苏痕城主，你也不必害怕，其实现在有一个方法能够救你和你的2个女儿。黑发老者笑道，还望大人指点。苏痕赶忙追问道。虽说眼前的3位乃是凌云宗的人，但因他们实力强横，又与麒麟王府关系密切，所以苏痕真的是不敢得罪他们，反而很是惧怕他们。而看着苏痕那满脸恐惧的模样，黑发老者则是说道：害你的是你的2个女儿，能救你的还是2个女儿。实不相瞒，我凌云宗的界灵大人至今未娶，不过却对你的2个女儿一见钟情。你若是将你的2个女儿嫁给他，那么还有谁敢动你苏家？黑发护法开口道：没错，我收到一个秘密消息，麒麟王府的那位灰袍界灵师突然失踪了，如今音讯全无，很可能遇到了不测，所以如今青州境内便只有我们界灵大人这一位灰袍界灵师，就连麒麟王府对界灵大人都是恭敬有加。苏痕，你若是将女儿许配给界灵大人，那日后你苏家定会飞黄腾达。就在这时，那白发护法也是开口劝道：界灵大人，您当真想娶我的2个女儿？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令苏痕也是有些吃惊。嘿，没错，苏痕城主若是肯将苏柔和苏美嫁给老夫，老夫定然不会亏待了。可能是因为太过激动高兴，那灰袍界灵师竟一把掀开了那遮住自己容颜的帽檐，露出了他那无比丑陋的容颜。要说这老头长得那可真是太难看了，金钩鼻子、3角眼、倭瓜脑袋、麻子脸，并且还是个秃顶。看见这位灰袍界灵师的长相，苏痕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想必他也是第一次看见这么难看的老头。不过想到这老头特殊的身份、强大的实力和雄厚的背景，他还是强压住了自己那吃惊的神情，笑眯眯的道：我苏痕能将女儿许配给界灵大人，这不仅是我苏痕的荣幸，乃是我苏家列祖列宗的荣幸。我这就去将我的2位女儿叫来，跟他们说此事。说话之间，苏痕便走了出去。而在苏痕走出去不久后，白发护法则是对那灰袍界灵师道：界灵大人，你不会真的要娶那对姐妹吧？如今宗主和府主可是下了死命令，只要与楚风有过密切关系之人，无论是否宣布与楚风斩断关系，都要将他们斩杀的。你未免也太不了解我了，难道我会不了解宗主大人的性子吗？只是这苏柔和苏美是难得的美人，在我所见过的女子当中，这2个丫头绝对是最漂亮的，能和她们2个比的，也只有玉女宗的那位颜如玉了。这样的美女杀掉者实可惜，若是在她们死之前不品尝一下她们的美味，不是更可惜？等一下苏痕将她们叫过来，我就借机将她们2个带到我房间去，你们2个也一同过来，好好享受一下这2个难得的美人痞子。灰袍界灵师淫荡的笑道：哈哈，多谢界灵大人。而听得界灵师的话后，这2位护法老头也是狂喜不已，露出了淫荡的笑容，甚至下体都有了反应。可见他们2个也早就对苏柔和苏美姐妹心怀不轨，这3个色老头竟然敢打我家苏柔和苏美的主意，等一下定要你们付出代价。而躲在角落将一切尽览眼底的楚风，早就气得怒火攻心，双拳握得滋滋作响。还有那苏痕，他最不是东西，楚风一定要将那苏痕除掉，不然还不知道他会怎么坑你的苏柔和苏美。蛋蛋也是被气得小脸通红，咬牙切齿，他实在是忍受不了身为父亲的苏痕这般变卖自己的女儿。放心，一个都别想跑。事实上，就算蛋蛋不提醒，楚风也早就下定了决心。而不得不说，那苏痕的办事效率还挺快，只是片刻的功夫，
那关闭的房门便被打开了。苏痕满面殷勤地走了进来，而在他的身后还跟着2个面容绝美、身材极佳的美女，正是苏柔和苏美。苏柔和苏美出现之后，凌云宗的3个老东西面容顿时大变，一个个笑得心花怒放，那色眯眯的眼睛开始滴溜溜地乱转，在苏柔与苏美那绝美的脸蛋和傲人的身材上不安分地扫动着。美，太美了！苏痕城主，你真是生了一个好女儿啊！那位灰袍界灵师早已没有了以往大人物的气度，揉搓着双手，舔舐着嘴唇，向苏柔和苏美走了过来。父亲大人，楚风呢？楚风在哪里？然而苏柔和苏美却根本不理会这3个老头，而是神情激动地在房间内寻找着另一个人的身影。楚风，这里乃有楚风，就算他敢出现在这里，也绝对是一具冰冷冷的尸体。听得楚风2字，灰袍界灵师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因为他知道苏柔和苏美姐妹早已倾心于楚风，所以出于醋意和嫉妒，对楚风他可是恨之入骨。苏痕，你竟然又骗我们！你骗我们来此事为何目的？这一刻，苏柔率先反应过来，她指着苏痕的鼻子质问着，已经不再称呼苏痕为父亲，因为她实在觉得眼前的这个男子不配做他们的父亲。目的，苏痕，难道你没告诉他们吗？灰袍界灵师先是看了眼苏痕，随后笑眯眯地看向苏柔和苏美道：“2个小宝贝，你的父亲已经答应将你们许配给我了，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我的人了。”嘿，什么？苏痕，这是真的吗？听得此话，苏柔变得惶恐无措。父亲，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你究竟还拿不拿我们当女儿？与此同时，乖巧的苏美也是气得小脸煞白，甚至双眼都有些红润，因为这些时日，她们姐妹者实受了不少委屈。唉，小柔、小美，父亲，我这都是为你们好啊！楚风他大逆不道，竟敢联合齐风阳暗刺府主大人，如今九州大陆已无他容身之处，早晚会被捉拿斩杀。而你们2个与楚风之前关系太近，若不彻底断开关系，只会被他牵连。不过，如今界灵师大人看中你们2个，愿意娶你们为妻，这不仅是你们的造化，更是我们苏家的造化。苏痕解释道：“你放屁！你简直不是人，你不配做我们的父亲！”苏柔指着苏痕怒骂道：“父亲，想不到你是这种人，我真以有你这样的父亲为耻。”苏美也是满面的委屈。好了，苏痕，你这2个女儿太冥顽不灵，老夫需要星号一下，否则他们日后出去胡言乱语，就算是我也保不住他们。这一刻，界灵灰袍师有些不耐烦了，他意念一动，一层结界便将苏柔与苏美笼罩而起，将2人包裹在其中，任凭2人再如何挣扎，却根本无力挣脱。与此同时，黑发护法与白发护法也是分别将被结界包裹的苏柔与苏美扛在肩头。说话间，3个老东西便向宫殿外走去。3位大人，这……而见3个老头这架势，久经世事的他顿时明白这3个老头要做什么，急忙走上前去，生怕这3位老头就这样玷污了自己的女儿。苏痕，你干什么？难道你想你们苏家如同玄武城的宫家一样，落得满门抄斩的下场吗？见苏痕竟敢阻拦，灰袍界灵师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不敢，这可将苏痕吓坏了，赶忙闪开不说，还连忙道歉。不过看着苏柔和苏美那满眼憎恨的目光以及红润的双眸，苏痕还是咬了咬牙，只是我的2个女儿年龄还太小，不敢就滚开，坏了老夫的兴致，我就灭了你苏家！灰袍界灵师冷哼一声，便于跨门而出。可就在这时，一层磅礴的结界突然笼罩了这座大殿，挡住了凌云宗3个老家伙的去路。而这样的变故，使得白发护法与黑发护法有些发懵，转头看向灰袍界灵师道：“大人，您这是何意？这不是我布置的。”而灰袍界灵师也是满面的吃惊，因为眼前笼罩大殿的结界不仅是灰色结界，并且这结界的质量比他的还要高出许多。你们3个老东西真是色胆包天，连我楚风的人你们也敢动！而就在这时，一道响亮的声音突然自大殿之内响起。当这个声音响起之后，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面容大变，看向那声音传来之处后，更是大惊：楚风，竟然是你！看着那站在大殿角落的少年，凌云宗的3位老家伙惊讶无比，万万也想不到，他们苦苦追寻的楚风竟然会主动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而苏柔和苏美在看到楚风之后，可就是满面的狂喜。不过喜悦之余，这对姐妹花又是满面的担忧，因为这3个凌云宗的老怪物实在太厉害了。尽管他们知道如今的楚风战力滔天，但还是担心楚风是否会是这3个老家伙的对手。不过相比于他们几个，苏痕可就是满面的恐慌，眼中充满了惧怕之色，甚至身体都在颤抖，因为他实在太怕楚风了。尤其是想到楚风那个灰袍先生的身份，想起当初楚风警告他的话后，他就更是惧怕的不得了。哼，真是寻得天涯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楚风，我们找你找得如此辛苦，你竟然还敢送上门来！当日齐风阳将你救走，我倒是要看看今日还有谁能来救你。白发护法狂怒无比，当初楚风一巴掌拍死无辜傲云的场景，他还历历在目。只要想起这些，他体内的怒火便开始四处涌动。在楚风出现后，他已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第一个出手了。他先是将肩上的苏柔丢给苏痕，随后便将自己玄武九重的气息散发而出，身形一纵向楚风扑了过去。楚风，今日就叫你血债血偿！与此同时，那位黑发护法也是将自己肩上的苏美丢给了苏痕，施展出一种玄妙的身法武技，外加一种强横的攻杀武技，向楚风逼迫而来。这2位不愧是凌云宗大名鼎鼎的12护法的一员，当真是玄武巅峰的境界。2人的攻势一出，使得整座大殿都是一阵颤抖，仿佛随时都会碎裂一般。若不是楚风布置了结界，恐怕这座宫殿都要被摧毁。而感受到2人那恐怖的威势后，苏柔与苏美都是吓得小脸煞白，
不由得尖叫起来，生怕楚风无法挡住二人的攻击。可就在这时，只见楚风身形一动，脚下的大地不由剧烈一颤，随后一股磅礴的威压便伴随而起。而后楚风双手呈鹰爪之状，猛然探出，竟纷纷锁住了那两位护法的咽喉。而后大臂一挥，只听的一声，便将二人狠狠地摔落在地。强大的力量将二人直接摔得大口鲜血喷洒而出，浑身的骨骼砸成了粉碎。落地之后，看着那已经半死不活的两个老头，楚风不屑地吐了口唾沫，冷冷的道：“你们应该想想，是否有人能救得了你们？”楚风，你看着两位玄武巅峰的护法被楚风一招击败，灰袍界灵师被吓得龇牙咧嘴，表情那叫一个精彩。不过仔细想想，倒也可以理解，毕竟哪怕这两位护法再强，但也绝对没有独孤傲云强。独孤傲云都不敌楚风，他们两个又怎么会是楚风的对手？想到此处，灰袍界灵师不但没有对楚风出手，而是施展出极其强横的武技去攻击楚风布置的结界。他竟然想要逃跑，然而面对灰袍界灵师那狼狈的模样，楚风却也不理会他，只是站在原地静静地看着他，像是在看一个可笑的小丑。可恶，可恶！任凭一道一道强横的攻击轰出，任凭一层一层涟漪扩散，这位灰袍界灵师使尽浑身解数，用尽各种手段，但却根本无法破开楚风布置的结界，这让他又急又恼。突然，那灰袍界灵师竟然身形一转，化作一道疾风，向苏柔与苏美飞跃而去。他这是逃遁误国，想将苏柔与苏美当作人质。然而楚风怎会给他这个机会？只见楚风脚下的光芒一闪，瞬息便掠到了苏柔与苏美一身前，随后对着那迎面来的灰袍界灵师一拳直接轰在了他的胸口之上。强大的力量将那灰袍界灵师轰得倒退而去，胸口传来噼里啪啦的胸骨断裂之声，就连五脏六腑也正在粉碎瓦解，那种痛楚当真是撕心裂肺。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敢打楚风女人的主意，楚风岂会轻易放过他？那灰袍界灵师还未落地，楚风便以闪电般的速度再次掠到他的身后，一把抓住他的衣袍，狠狠地将他摔在了地上，将其摔落在了后。楚风先是左脚探出，只听咔嚓一声，踩断了他的左腿，而后右腿也是猛然落下，又是咔嚓一声，踩断了他的右腿。随后楚风大手一抓，一把掏向了他的裆部，将那猥琐的物体紧紧地握在了手中。楚风，你要做什么？这一下，那灰袍界灵师顿时慌了。其他部位不在，他都可以恢复，但是若那里被废掉，可是无法修复的。命根，命之根本，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干嘛？敢动我女人的后果，就是活着让你做太监，死了让你难为。鬼！楚风满面凶狠，说话之间，手掌猛然紧握，噗的一声，大片的血花自其手掌溅射开来，那个物体被捏成了一片血沫。胯下的疼痛让灰袍界灵师尖叫不已，惨嚎不断。因为这不仅是肉体的痛楚，还有心灵的痛苦。他知道，他这辈子完了，就算还能活下去，也注定是废人一个。于是他对楚风大喊道：“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放心，你不求我，我也会杀了你。”楚风冷然一笑，单掌握拳，对着那老头的脑门便轰了下去。只听的一声，那老头的脑袋便如西瓜开瓢一般被打得粉碎。而就在这时，突然一缕不易察觉的光芒体自其粉碎的脑袋中钻了出来。对于这种情况，楚风似是早有准备，抬手一抓，便将那光芒握在了手中。该死的楚风，放开我，放开我！这一刻，在楚风的掌心竟然再度传来那灰袍界灵师的声音，只不过这一次他的声音之中却早已没有了求死之心，而是无比惶恐，因为这是他临死前凝聚的神识，只要神识在，就能够让他残活下去，但若是神识被灭，他就必然彻底死去。哼，我记得我告诉过你，我会让你连鬼都做不成。楚风冷冽一笑，手掌便猛然握起。这一次，那灰袍界灵师发出了最后一声惨叫，便永别于世。将这灰袍界灵师斩杀后，楚风便走向了那两名还残存一口气的护法，来到他们身前。楚风问道：“齐风阳现在在哪？”不知道。黑发护法狠狠地吼道，满脸的骨气。噗嗤！然而他话还未说完，楚风便抬腿一脚将他的脑袋踩了个粉碎。你呢？知道齐风阳在哪吗？楚风看向白发护法，别杀我，我把知道的全都告诉你，全部都告诉你。快说！齐风阳踏入了天武境，这让麒麟王府府主很是担心，齐风阳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便联合我宗宗主燕阳天，将齐风阳擒获，并以齐风阳造反为名将他囚禁起来。再过几日会将他处斩。如今的齐风阳就关押在麒麟王府之内，不过你就不出他了，因为我宗宗主还有麒麟王府府主都在那里守着，你就算去了，也只是送死。我说的都是事实，没有一句谎话。你是界灵师，应该能够看得出，我说的都是实话。求你饶我一命，我也许能够帮你的忙。白发护法满面惊恐地说着。然而只见楚风又是猛然一脚，他便如那位黑发护法一样，落得的同样的死法。在将他三人击杀后，楚风将他们腰间的乾坤袋收了起来，又将他们的本源吸收炼化，这才将目光投向了苏恒，开始缓缓地向苏恒走去。此刻的苏恒双腿都在打颤，浑身都在发抖。本就惧怕楚风的他，亲眼见到楚风以残忍的手段将3位玄武巅峰的高手击杀后，他真的能够想到他会死得有多惨。突然，这位朱雀城的城主竟然跪倒在地，对楚风不断地叩头道：“楚风，你饶了我，饶了我！我实在都是逼不得已，
我并无害你之意。看在小柔和小美的份上，你饶我一命，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你对我楚风怎样都无所谓，但是你居然能够为了苟活于世，便多次置自己女儿的幸福于不顾，你实在不配做一个父亲。楚风缓步而来，杀气逼人。小柔、小美，快帮我说说情。父亲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会逼你们做什么了，我什么都听你们的。将对楚风求情无果。苏痕爬向了苏柔和苏美，抱着2个女儿的腿，哭诉起来：楚风，不要杀我父亲，他千错万错，毕竟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如今在这个世上的唯一亲人。苏美最先心软，哭着替苏痕求起情来：楚风，饶他一命吧，无论怎样，他都是我们的父亲，没有他就没有我们，无论他怎么不对，我们也只能选择原谅。苏柔也是开口了，而这一刻，楚风则是止住了步伐，随后双臂张开，一股强大的吸力狂涌而出，将苏柔与苏美这对姐妹吸入了自己的怀里，只留那苏痕还在原地。楚风，求你了，不要杀我父亲！躲在楚风怀里的苏美，一边紧紧地抱着楚风，一边抬起甜美的小脸，用那尽是泪水的眼眸看着楚风。她的温柔，她的善良，此刻尽显。楚风，放过他吧，他毕竟是我们的父亲。苏柔也在求情道。向来坚强的她，双眼也是变得红润起来，可见在她内心深处，对苏痕同样有着很深的感情。所谓血浓于水，正是如此。而面对2个自己心爱之人，此般的哀求，楚风心中的怒火也是开始渐渐消退，那散发而出的杀气也是缓缓收敛。对苏柔和苏美说道：就算我放过他，麒麟王府和凌云宗的人也不会放过他。楚风，你一定有办法的，带我父亲一起走吧，我相信父亲会改过自新的。苏美恳求道：楚风，带我父亲和我们一起走吧，我们一起给他一个机会。苏柔也在恳求。这一刻，楚风有些为难，因为那里他真的不想带一个自己不信任的人去。不过看着眼前的2个美人，他最终还是咬了咬牙，对苏痕说道：你应该庆幸你有2个好女儿。最终，楚风还是放过了苏痕一马，不但没有杀掉苏痕，反而是准备带着苏痕与苏柔、苏美2姐妹一起赶回了青龙宗，想将她们一同安置在青龙宗内，并且在离开之前，楚风给予苏痕一些时间，让他将苏家人遣散。虽然这样会让苏家消失，会让这些苏家人流离失所，但这却能保住他们一条性命。而看着自己经营了多年的苏家就这么散去，苏痕的脸上则满是复杂。差点死去的他，似乎已经没有以前那么贪恋名利，顿悟了一些什么。在此之后，楚风在苏柔与苏美的恳求下，又将他们的大哥苏龙从他处接过来，带着他们一家4口一同赶往了青龙宗。楚风，谢谢你留我一命。我白头雕上。苏痕坐在楚风的身旁，似是想说什么，但却始终说不出口。你不用谢我什么，我留你一条命，全是因为你的2个女儿。我楚风知道没有父亲是什么样的滋味，我不想他们也品尝到那种滋味。我知道你到现在还放不下苏家，放不下苏家那么多人，但是你要知道，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应该是你的2个女儿和你的儿子，因为在你将死之际肯站出来保护你的只有他们。楚风凝重地提醒道：你说的对，以前是我太糊涂了，以后我一定会尽量补偿他们。苏痕满脸的悔意。另外我要提醒你一下，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尊严，像你以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就永远不会有人真的看好你，看得起你，你永远只能像一条狗一样被人呼来唤去，需要你就用你，不需要你随时可以宰了你。楚风又补充道：呵，也许你说的是对的，可是当一个人没有足够的实力，却又要保护一家老小的时候，真的很无力。苏痕笑得很无奈，而看着这样的苏痕，楚风的心中突然有些动容。虽然苏痕贪生怕死是真，但实际上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坏，他只是在用他自己的方法保护自己和家人，保护自己的家族，只是他的方法太懦弱，并不被楚风认同。但是当一个人没有足够的实力，又没有强大的背景的时候，他想保护自己和家人，又能怎么做？也许大部分人都会像苏痕这样委曲求全，苟且偷生，因为如果想活下去，他们真的没得选。楚风仔细想了想，觉得这真的不能完全怪苏痕，因为这个世上为了生存变卖子女的人不在少数，虽然他们没能力是一部分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这个世界太现实，现实的太残忍。经过一番赶路之后，楚风成功的将苏柔、苏美、苏龙、苏痕一家人送到了万古坟冢。而这一刻，楚风那悬者的心总算落了下来。不管他此行是生是死，至少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人，如今都有了生命保障。将他们安顿好后，楚风便欲离去，可是苏柔却非要跟出来送楚风。楚风，你能不去吗？我知道祁凤阳老前辈对你恩重如山，可是你明知此行凶多吉少，却还要去，这并非明智之举。相信祁凤阳老前辈若是知道，也一定不愿意你这样做。万古坟冢上方的山林中，苏柔紧紧地抓住楚风的手，她双眼红润，2行泪水顺着那妩媚的脸颊滑落而下。她知道楚风是要去做什么，而她真的不想楚风去送死，乖乖的在这里守着，照顾好小美和我的家人。在这里，你能获得更强的力量，而我将他们全都托付给了你。楚风掰开了苏柔的玉手，你能不这么做吗？然而苏柔却又一把抓住了楚风的手，并且握得更紧了。这一刻，楚风没有过多的解释说明，而是微笑道：如果不这么做，我就不是楚风，你是了解我的。听得楚风这样一说，苏柔有些动容了。他的确了解楚风，楚风不是不够理智，但他在很多时候会选择放下理智，放下理智，不顾一切，不计后果的去做自己觉得对的事，这就是他的行事风格，这就是楚风。我们在这里等你回来。苏柔终于放开了手，乖巧的惹人心疼。乖，我很快就会回来。楚风温柔地擦拭掉苏柔脸上的泪水，又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额头，而苏柔也不再腻歪，
转身踏入了那进入万古坟冢的结界入口。楚风则在万古坟冢关闭后腾空而起，他脚踏虚空，站在天际，留恋地看着那壮观的青龙宗，这个教会他修武的地方，因为他不知道下一次回到这里，这青龙宗还在不在。突然，楚风身形一纵，便化作一道流光飞向遥远的天际。他并没有乘坐白头雕，因为如今很赶时间，而这种情况下，显然他的御空术比坐白头雕要更快。也就在楚风离开青龙宗的同时，苏柔回到了万古坟冢。当他进入万古坟冢内，视线恢复正常的时候，发现这万古坟冢内的所有人都站成一排，面容复杂地看着自己。有些年龄小的人已是忍不住心中的悲伤，开始默默抽泣。姐姐！突然，苏美一把扑入了苏柔的怀中，大声地哭起来，哭得异常悲伤。而苏美这一哭，几乎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由得红润了双眼。这一刻，苏柔的双眼也同样红润，但她却强忍着没有哭出来，而是抚摸着苏美那飞亮的秀发，说道：“我们要相信她。其实算一算时日，距离麒麟王府处斩齐风阳的日子还未到。楚风若是骑着小白前去麒麟王府，还来得及。而楚风之所以如此着急的赶路，那是因为他眼下的目的地并非麒麟王府，而是百渠沟。楚风必救齐风阳，但绝对不会盲目的去送死。这种情况下，其实楚风最先想到的不是单枪去马去闯龙潭虎穴，而是向齐风阳的老朋友，那位隐居在百渠沟内的神秘高人求救。晚辈楚风有事前来拜访前辈，还望前辈能够见晚辈一面。前辈，前辈，前辈可在？晚辈有要事与您相商。楚风来到那山峰之巅，并没有直接破坏结界踏入其中，而是踏在茫茫白云之上，极其礼貌地对着殿宇施礼。因为经过上次的事情，以及从齐风阳那里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楚风觉得隐居在这里的神秘高人很可能是一个怪人。对于这种人，必须遵守礼节，稍有不慎，可能就会惹其大怒。只不过在呼喊许久无果之后，楚风却不得不应承，于是先鞠一躬，随后说道：“前辈，晚辈实乃有事相求，恕晚辈无礼了。”楚风一边说话，一边闯过结界，来到了这座云中殿宇之外。起初，楚风又呼喊几句，在无果之后，便将精神力扩散而出，却惊愕地发现，在这座殿宇的表面有道极为强横的结界。这结界太强了，不但很难攻破，就连精神力都可以隔绝。前辈，我不知道您究竟在不在，但是现在齐风阳前辈遇到大难，将在2日后于麒麟王府出斩。我希望您能念在你们的关系，去救他一命。在无法踏入殿宇的情况下，楚风只好大声呼喊，但却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回信。楚风，算了，不要求他了。齐风阳不是说过吗？此人对青州的事情比谁都了解，相信不用你通知，他也早就知道齐风阳的事。不管他如今究竟在不在这里面，他肯定知道齐风阳的事情了。他之所以选择沉默，那就说明他就是一个薄情之人，不会因为齐风阳的性命而暴露自己的身份。淡淡幽怨地劝道。这一刻，楚风很是为难，他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还是想要争取一下，因为眼下这位神秘高人才是能救齐风阳唯一的希望。只是算一算时间，楚风已是不得不离开这里。临行之时，不甘心的楚风还留下了一封信函放在门口，同样是恳求这位高人能够前去救齐风阳一命。最终，楚风无功而返，白跑了这一趟。带着这种失落，带这种无助，楚风毅然地前往了麒麟王府，是要救出自己的结拜大哥齐风阳。时间流逝，转眼间便到了处斩齐风阳的日子。这一日，在麒麟王府外的刑罚场上，聚集青州各方城池、各方势力、各方宗门的大人物，几乎青州所有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他们都不想错过齐风阳这样一位名震青州的大人物被处斩的时刻。浩瀚的刑罚场外人山人海，而齐风阳则浑身上下被特殊锁链捆绑，就连嘴也被封得严严实实。他满身伤痕，气息卑微，趴在那高达14米的刑罚台上，在他的身子上方便是巨大锋利的铡刀，齐风阳就将被这铡刀斩成2段。唉，好好一个人物，就这样死了，真是可惜。是啊，我青州好不容易又出现一位天武境高手，竟就这么死了，没什么可惜的。他这是自作孽不可活，他若是成功杀了府主大人，那不是更可惜？他齐风阳再强，也没有府主大人强吧？这一刻，有人替齐风阳感到惋惜，也有人觉得齐风阳死的活该。不过就在所有人都在往这刑罚台赶的时候，楚风却偷偷潜入了麒麟王府的内部。麒麟王府的府主是林氏族人，叫做林莫离。相信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原因，他才不能容忍齐风阳也踏入了天武境，因为这的确威胁到了他的府主之位。不过对于楚风来说，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林莫离有一个儿子，这是他唯一的儿子。林莫离对他极其溺爱，不过可惜他的儿子是个废物，不但修武资质极差，还整日沉迷女色，是麒麟王府年轻一代最废物的一个存在。宝贝，你太美了，你是我见过最美的女子。听话，别乱动，我会娶你为妻，赐你荣华富贵，赏你无尽资源，让你成为一位修武高手。不要，大人，求你放过我，放过我！我不要荣华富贵，不要无尽资源，不要成为修武高手，我只想回家。在一座豪华的宫殿内，一座大床上，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蜷缩在角落，颤抖着，哭泣着。而在床的另一端，还有一个衣衫不整的大胖子，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位少女，就像是狼盯着羊，看着自己的猎物，已经馋得流出了口水。这位便是林莫离的儿子林冲。臭娘们，你别给脸不要脸！你若不从了我，信不信我杀了你全家，然后再把你扔到军营，让我麒麟王府的护卫轮了你，直到把你轮死。见软的不行，林冲面容一改，开始来硬的。不要，千万不要伤害我的家人。果不其然，听到林冲这样一说，这位少女吓得跪地求饶。哼，那就乖乖的别乱动，
要配合。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不配合的女人，那些不配合我的女人，全都被我喂给我的宠物。说话间，林冲指了指房间的一个角落，在那里拴着一只长相狰狞、双眼血红的凶兽。这只凶兽此刻正在吃着什么？仔细一看，那竟是一个人。林冲说的没错，那些不配合他的女人，他的确全都喂给了这只凶兽，但他没有告诉少女，那些配合过他的女人，也全都被他喂给了这只凶兽。我听你的，我什么的听你的。少女被吓坏了，一边哭泣一边点头，开始主动褪去自己的衣物，准备配合林冲的行事。可就在林冲正准备享受眼前的美女之际，那只他心爱的凶兽却突然传来一声惨叫。回头一看，林冲不由面容大变，因为他心爱的宠物此刻已经化为了一堆烂泥，在那烂泥的旁边还站着一名面带邪笑的少女。大胆，你是什么人，竟敢伤害我的宠物？这一刻，林冲大怒，站起身来便要喊人。可就在这时，楚风却如同鬼魅般的来到了林冲的身前，用手遮住林冲的嘴，将他狠狠地按在床上，诡异的笑道：“嘘，别吵，小爷带你玩个刺激的。”麒麟王府外的刑罚场外，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在瞩目刑罚台上那齐风阳的同时，也会观看刑罚台前站着的另外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位身穿道袍，一位身穿金甲，皆是气势不凡，有着天武境的修为。他们分别是凌云宗的宗主艳阳天，以及麒麟王府的府主林莫离。这两位青州最强的两位大人物同在一处，是难得一见的场景，自然让很多人感到激动。只不过可惜，那些人却听不到二人的窃窃私语。依我看，就该趁早杀掉这齐风阳，这样拖延下去不过是增添隐患。林莫离看了一眼齐风阳，眼中满是忧虑。府主大人，你是不知道那楚风有多妖孽，此子必须除掉，不然以他掌握的手段，不超过3年就可以超越我们二人。那个时候倒霉的就是我们。燕阳天解释道：“就算倒霉的也是你。那楚风与你凌云宗有恩怨，与我麒麟王府可并无恩怨。”林莫离冷哼一声，尽管面对的是燕阳天，但他也依然很是高傲。毕竟除去实力不谈，在身份上，他才是青州真正的主宰。呵，府主大人，千万别这么说。换作是以前，楚风与你麒麟王府的确没有恩怨，反而有些交情。但是今日不同往日，你即将处死楚风的结拜大哥，以楚风的性格，若是报复，你麒麟王府肯定比我凌云宗还要惨。燕阳天冷笑道：“你这家伙，难怪当初极力劝我要除掉齐风阳，原来是故意拉我下水。”这一刻，林莫离有些恼火。唉，府主大人，千万别这么说，我不也是为你好吗？齐风阳乃是齐氏族长，而你是林氏族人，难道你就不担心他日后会谋权篡位吗？艳阳天笑着辩解道：“那你敢确定楚风一定会来救齐风阳吗？他真的会傻到这种程度，前来送死？”林莫离有些怀疑，以我对那楚风的调查了解，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过千万不要说他傻，因为他可是很有手段的小魔鬼，哪怕你我坐守此处，也千万不能大意。艳阳天笑道：“府主大人，不好了！”就在这时，一位王府护卫满面慌张地跑了过来。什么事？见状，林莫离眉头微微皱起。林冲大人不见了，并且他养的凶兽被人杀死了。护卫紧张地回道：“你们这群废物，让你们看个人都做不到，养你们何用？”听得此话，林莫离面容大变，说话间便要离开。“你去哪？”见状，燕阳天则是赶忙挡住他的去路。“当然是找冲儿，他是我唯一的儿子，我不能让他出现任何意外。”林莫离回道：“现在不行，这是什么时候？你怎么能再离开？也许这就是楚风的调虎离山之计。”燕阳天说道。而听得此话，林莫离就更担心了，所以愤怒地说道：“那我就更要去找了。若是我的冲儿出现3长2短，你负得了这个责吗？若是齐风阳被楚风救走了，他二人多年之后再次回来之际，死的人就不只是你的冲儿，而是你整个麒麟王府，我整个凌云宗。何况你的冲儿也未必就是被楚风抓走了。府主大人，我请你搞清现在的状况。”艳阳天神情凝重，一字一句地提醒道。这一刻，林莫离有些动摇了。身为青州的主宰者，他自然能够分辨出这其中的厉害。最终，他还是忍耐着内心的忧虑，留了下来。静候者50到来，静候者楚风出现。然而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楚风却始终未曾出现，这让林莫离和燕阳天都变得不安起来。因为他们最怕的就是楚风不出现。若是楚风出现，他们可以有90%的把握将楚风斩杀，那他们就可以除掉这个隐患。但若楚风不出现，那么他们从今往后的每一日、每个时辰都将在不安之中度过，因为他们不知道会在哪一天，一个逆天的奇才，一个可怕的杀神会杀回来，将他们所有人都以残忍手段杀得片甲不留。50已到，终于一声高喝响起。这一刻，所有人的心都是提到了嗓子眼，因为处斩齐风阳的时间到了，这位天武境的高手将被处斩了。这一刻，齐风阳和林莫离都很不安，因为楚风并未出现，这说明楚风放弃了救齐风阳，他们将面临的是日夜不安。至于齐风阳，则是缓缓地闭上了双眼，他已经认定了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其实也是他所期望的，至少不会牵连他人。然而，对于那些不知内情的观众而言，则是各怀复杂心情，紧紧地盯着那巨大的铡刀，等待着铡刀下落，齐风阳被斩为2截的情景发生。府主大人，这一刻，负责斩首的人将目光投向了林莫离，而林莫离先是看了看齐风阳，最终满脸无奈地说道：“斩。”然而，林莫离话音刚落，一道寒光却飞奔来，速度之快，力道之强，竟直接射穿了那护卫的头颅。这位负责斩首的人竟然当场毙命，什么人？这一刻，全场大惊，都是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那寒光飞来的方向。而这一刻，人们能够清晰地看见一道少年的身影
正脚踏虚空，浮空而立。这位少年正是楚风。此刻的楚风悬在天际，身上的青龙宗长袍随风摇摆，而在他的肩上还扛着一个巨大的麻袋。他面带邪笑，早是众人不好意思，各位，我楚风来晚了。楚风竟然是楚风，他怎么还敢出现在这里？他怎么能够御空而行？天哪，难道说楚风踏入了天武境？不对啊，他的气息明明还是玄武三重，与当日和独孤傲云比斗的时候一样。楚风的出现引得全场惊呼，无论认识楚风的也好，不认识楚风的也罢，此刻都是目瞪口呆，眼中充满了不可思议。楚风，你好大的胆子，竟然还敢出现在我的面前！不过相比于他人，艳阳天则是大喜，二话不说便飞身而起，来到了楚风的身后，封锁住了楚风的退路。放了我大哥齐风阳，今日之事我就暂不追究。楚风丝毫不惧，从容地说道。哼，楚风，你真是好大的口气，你有什么资本这么跟我说话？林莫离自傲地大笑着，见到楚风后，他那悬着的心也终于是落了下来。凭什么？就凭他。而楚风则是冷然一笑，猛然将自己肩上的麻袋扔掉，一个人影便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这人是个大胖子，赤身裸体，什么都没穿，而在他腰间则是挂着一个大牌子，牌子刚好挡住了他的命根子。最主要的是，在那牌子之上以鲜红的血液写着4个大字：我是变态。而在观其容颜，正是林莫离的儿子林冲。此刻的林冲被折磨得有点惨，那头发被弄得跟鸡窝差不多，脸也被打得鼻青脸肿，被楚风抓着脖子提在半空中，正在痛苦的挣扎，却又根本无力挣脱。冲儿见到林冲，面容变化最大的莫过于林莫离，他指着楚风恶狠狠的道：楚风，你快放开我的冲，否则我将你碎尸万段。哟，我说府主大人，你这是吓唬谁呢？我不放开他，你要将我碎尸万段，那我放开他呢，是不是将我五马分尸啊？小爷，我没见过你的时候，你就放话说我暗刺你，下令诛杀我，就连和我有关系的人你都不放过，结果我现在出现在你面前，你他娘的，还给我放这种狗臭屁！我跟你说，废话少说，放了我大哥齐风阳，否则我就活剐了你这废物儿子！楚风说话之间，楚风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这匕首寒光闪闪，极其锋利，是楚风顺手在林冲的卧室拿的，用来吓唬人。这东西比楚风随时可以凝聚的百变功有用。你敢！见状，对林冲极其溺爱的林莫离顿时吓得面容大变，怒喝着的威胁起来。哼，我不敢，你给我看好了，看看小爷我敢不敢！然而楚风却是冷哼一声，随后手臂猛然下落，只见其手中的匕首化作一道白光，便自那林冲的手掌划过。划过之际，林冲顿时一阵鬼哭狼嚎般的惨叫，因为他的手指已经被楚风砍断3根，这让他疼得满头大汗，眼泪和鼻涕都流出来了。因为高高在上的他，可从没感受过这样的痛苦。楚风，我要宰了你！这一幕可将那林莫离气得不轻，一张老脸气得发紫，那副嘴脸恨不得将楚风活活吃掉。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风冷冷一笑，随后又是一刀下去，这一次将林冲另外2根手指也给砍了下来。这一刻，林冲叫得更大声了，夹带着哭腔对林莫离呼喊道：父亲，快放了齐前辈吧，不然你儿子我就要被他活活折磨死了。放人，将齐风阳放了。而见自己宝贝儿子那惨痛的模样，林莫离更是心疼得不得了，急忙下令放人。不行，不能放。见状，艳阳天则是赶忙呵斥：这里我说的算，我说放人，赶紧给我放人！林莫离也怒了，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他的儿子更重要。至于麒麟王府的护卫，自然不敢违逆林莫离的意思，赶忙解开齐风阳的绳索，将他从那铡刀下面拖了出来。都给我离刑罚台，原理！楚风怒吼道。而生怕自己儿子再受伤害的林莫离也不敢再怠慢，赶忙命令刑罚台上的所有人撤离，他自己也是赶忙离开了刑罚台。当所有人远离刑罚台和自己后，楚风这才单手拎着林冲来到刑罚台上。这一刻，楚风能够感觉到齐风阳有多虚弱，可见这些日子他可没少受折磨。至少此刻的齐风阳已经没有丝毫的战力可言了。大哥，弟弟，我来晚了。楚风搀扶起齐风阳，满面的愧疚。呵，你这臭小子，就知道你会来。现在不是矫情的时候，你既然来了，就要活着带老子出去，否则老子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小子。齐风阳很是虚弱，但是他却很是高兴，至少这说明他之前没有白帮楚风，他齐风阳并没有看错人。放心，就算做鬼也有弟弟我陪你。楚风坦然一笑，随后目光变得异常凌厉，先是扫向众人一圈，最后落在了那站在半空的艳阳天身上，大喝道：让开！你今天休想活着离开！然而艳阳天却一动不动，守在原地，目光之中尽是杀意。我让你让开！见状，楚风也不留情，抬手抓住林冲的胳膊，向后一扭，咔嚓一声，便将林冲的胳膊扭成了 V 字形。该死的艳阳天，赶紧给我滚开！林冲疼得龇牙咧嘴，大声怒骂：艳阳天，快让开！这是命令。与此同时，爱子心切的林莫离也是对艳阳天大吼道。面对林莫离强硬的态度，艳阳天则是眉头紧皱，泛起了为难。最终他还是妥协了，不但收起自己封锁的威压，还乖乖地退到了一边。见状，楚风则是一只手扶紧齐风阳，一只手抓紧林冲，随后脚下光芒闪动，嗖的一下便爆射而出，如同流星一般向远处的天际狂奔而去。他逃跑的方向乃是百曲沟，想走没那么容易。与此同时，林莫离与艳阳天几乎同时动身，以比楚风还要快的速度追了上去。天哪，那楚风竟然凭借一己之力救走了齐风阳，这小子太胆大包天了。不过话说回来，
他如此修为，竟能御空而行，莫非他得到了御空老人的传承不成？在楚风三人离开后，先前寂静一片的刑法场顿时一片大乱，所有人都被刚刚的一幕惊呆了。楚风一位年仅16岁的少年，勇闯麒麟王府刑法场，凭借一己之力，在麒麟王府府主凌莫离、凌云宗宗主艳阳天2位天武境高手的手中劫走了七风阳，这简直是就像传奇一样。尽管楚风是凭借着特殊的手段才做到这一点，可单单是这份智谋、这份勇气、这份实力，就是很多人所不具备的。所以这导致此刻大部分人都没有觉得楚风大逆不道，相反，很多人还表示佩服，尤其是年轻一代，甚至对楚风表示崇拜，因为楚风的所作所为正是他们向往却又不敢，更是无法做到的事情。而就在人们为楚风所做的种种感到震惊之际，楚风正拼命地在天际奔跑着。他一边奔跑，一边对身后那越逼越近的艳阳天吼道：“你在跟着我，信不信我杀了林冲？你杀，你倒是杀呀！”艳阳天不但不惧，反而冷言讥讽：“林莫离，叫他退后，否则我这就宰了你儿子。”楚风知道艳阳天并不在乎林冲的死活，于是将目光投向了艳阳天身后的林莫离。府主大人，不要受这小子危险，今日一定不能让他逃脱，否则后患无穷。那个时候，你不就是死一个儿子这么简单，而是会被灭全族。见状，艳阳天也是赶忙劝导，说话之间更是靠近了楚风。与此同时，那恐怖的天武境威压已是开始偷偷的笼罩楚风。而听到艳阳天的劝导后，林莫离也是变得犹豫起来。虽说他的宝贝儿子很重要，但是若要他的儿子与他整个麒麟王府相比，这个选择题其实并不难抉择。见林莫离已然动摇，艳阳天又穷追不舍，楚风眉头紧皱，意识到了大事不妙，于是他面容不由变得阴狠起来，眼中闪现出一抹决意。他单手抓住林冲，将其高高举起，随后层层旋力不断在掌心涌动，恶狠狠地对艳阳天和林莫离：“这是你们逼我的，今日你们最好别让我逃脱，否则就算你们躲到天涯海角，我日后也会将你们一一斩杀。”说话孩子间，楚风掌心猛然一握，那恐怖的旋力便涌入林冲的体内，那林冲便越长越大，最后只听得一声巨响，那林冲便化为了一片血雾，飘荡在半空，鲜红的血雾飘荡在天际。那变态的林冲已是彻底死去，楚风没能给他留下一点残存的机会。这一刻，林莫离与艳阳天皆是为之一愣，被楚风的举动惊呆了。艳阳天是想不到楚风真的敢杀掉林冲，因为林冲毕竟是楚风眼下唯一的保命工具。至于林莫离，说他是被刺激到了更为贴切，他最溺爱的儿子，视为珍宝一般的儿子，此刻竟然被人杀了，杀的连具尸首，连个残渣都不剩，这叫他如何能够保持冷静？楚风，我要将你碎尸万段！突然，林莫离仰天咆哮起来，那愤怒的吼声宛如雷鸣，又似兽王之声，震荡的天空都是微微颤抖，仿佛将要坍塌一般。数十里外的鸟兽都被吓得乱窜乱飞。与此同时，两股恐怖的天武境威压也是铺天盖地的涌动而出，是天力会集成的威压。这独特的力量在空中涌动，能够清晰的看到天空都在微微颤抖，仿佛惧怕了这股强横的力量一般。糟糕，这天武境的威压实在太强了。那威压还未临至，楚风便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连他的血液都在沸腾，五脏六腑都在扭曲，浑身的骨骼都在滋滋作响，仿佛整个人都要粉碎了一般。尽管此刻的楚风借用了淡淡的力量，是位玄武三重的高手，可是面对天武境的强者，却能够深刻的感觉自己是如此的弱小，如此的不堪一击。楚风丝毫不怀疑，那两股威压若是靠近，不用他们二人施展别的手段，只凭借着威压就可以将自己活活压死，将他压得粉碎碎骨，化成一片血雾。不过楚风也并非傻子，几乎在杀死林冲的同时，便与蛋蛋沟通好，将自己的身体由蛋蛋操控。所以当楚风的瞳孔一缩之际，他的身体便已彻底被蛋蛋所占据。府主大人，不要杀他，留他一命。这楚风身上的秘密太多，不但有御空的身法武技，恐怕还掌握着传说中的秘籍。咱们先将他身上的秘密问出来，然后再慢慢折磨死他。这一刻，艳阳天还在偷偷向林莫离传音，在觉得楚风的小命已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之际，他那贪婪之心让他将目标定在了楚风身上的秘密之上。而听得此话，本被怒火填满的林莫离也是恢复了一丝理智，他自然要让楚风付出代价，但也同样想得到楚风身上的特殊手段，这对他麒麟王府对他都有着巨大的帮助。可就在时，楚风的体内却突然涌现出暗黑色的气焰，那气焰涌现而出，宛如乌云一般遮蔽了天空。与此同时，还夹带一阵鬼哭狼嚎的声音，以及刺骨的寒意。这种寒意并非冰冷，而是一种无法形容的诡异。最主要的是，当这股暗黑色的气焰出现后，楚风的气息急剧增强，比之先前的他还强大了数倍不止。这种感觉好是诡异，仿佛集结了世间的所有阴暗之气。难道楚风的体内存在恶魔不成？这样的变故，就连艳阳天与林莫离也是神情大变，都被吓到了。因为楚风此刻散发的气息实在太过诡异，那简直不是人类所该具备的，就连残忍的凶兽与妖兽也都不具备这样可怕的气息。而就在林莫离与艳阳天吃惊的瞬间，楚风的身形却突然移动，化作一缕流光，夹带着那暗黑色的气焰，向远处的天际爆射而去。速度之快，简直令人啧舌，比之先前施展御空术的楚风快了数倍不止。快追，不能让他逃走，杀了他，现在就杀了他，不能留下活口。这一刻，艳阳天与林莫离都吓坏了，因为他们在那黑色气焰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那种威胁感简直让人想想便毛骨悚然。
不由得冒出冷汗。而这样古怪的气焰竟来自楚风的体内，自然叫他们紧张不已，下定决心现在就将楚风斩杀，绝对不能再给楚风留下任何喘息和翻身的机会，因为他们真是不知道，在这个少年的身体里还掌握着怎样逆天的手段。可是为时已晚，只见那黑色的气焰开始凝聚，竟化作一对巨大的黑色翅膀，延伸到楚风的背部。那对黑色的翅膀比楚风的身体还要大上数倍，每只都长达数米，上面布满了黑色的羽毛，羽毛之外萦绕着黑色的气体，似火焰燃烧。最主要的是，当这对黑色的翅膀出现之后，每扇动一下都会形成一道狂暴的飓风。那诡异的飓风不但增强了楚风前行的速度，反而对林莫离与艳阳天造成了阻碍。可恶，这小子难道不是人吗？怎么会有这么诡异的力量？这还是人类所具有的手段吗？先前还谈笑风生的艳阳天，此刻正拼了老命的在追赶，早已没了刚刚的从容。他不敢再有一丝保留，因为哪怕是他，此刻施展出了自己的全部手段，但想要追赶楚风，还是具有很大的压力。正被楚风一点一点的甩开，并且被甩开的速度越来越快。混账！你给我站住！我今日非活剐了你！而相比于艳阳天，林莫离则是进入了暴走的状态。他那被压制下去的怒火再次填满了他的身体，填满了他的内心，因为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在自己的面前被杀后，他却只能看着那凶手大摇大摆的离去，自己却无能为力。他必须将楚风斩杀。好厉害！这便是蛋蛋的力量。蛋蛋，你未免太强了吧！与此同时，楚风也是被蛋蛋的手段所震慑住了，因为蛋蛋此刻施展出的手段绝对比他的御空术高明数倍，简直不可相提并论。尽管身体是蛋蛋在操控，但楚风还是能够感受到那两位天武境的强者此刻正在被蛋蛋远远地甩在身后，并且距离越来越远。至少从比拼速度上来说，他们已是明显不敌。不可就在这时，那被蛋蛋操控的楚风却突然嘴巴一张，大口的鲜血吐了出来，并且那萦绕在楚风周身的黑色气焰也是顿时减退了许多。蛋蛋，你没事吧？见状，楚风顿时变得紧张起来，因为他知道这是蛋蛋出了问题。可恶，这种状态我无法坚持太久，你的身体也无法承受我的恶魔羽翼。蛋蛋不甘地说道。那你快住手，让我来操纵身体。楚风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妙，开始大声地呼喊着，想夺回自己的身体控制权，不想让蛋蛋冒生命危险。拼搏下去不行，现在将身体交给你，你能从他们的手中给逃脱吗？若是被他们抓到，那么你我都要死。左右是一死，还不如让我拼他一次。然而蛋蛋却根本不给予楚风夺回身体的机会，他倔强地擦掉了嘴角的鲜血，眼眸中闪现出一抹决意，随后咬了咬牙，便继续操纵楚风的身体，拼命地扇动身后的黑色羽翼，努力地向前方飞遁而去。蛋蛋，你！这一刻，楚风很是心疼，他能够感受到蛋蛋在拼命，为了救他而拼命。可是这种躲在女人身后却又无能为力的滋味，这时不好受。而在这种状况下，蛋蛋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弱，那萦绕在其周围的黑色气焰越来越淡，那绝对的速度优势也开始减缓，最终彻底消失。不但不能再继续甩开身后的二人，反而好不容易被拉开的距离正在被一点一点缩短。那小子速度变慢了，快抓住这个机会，一举灭掉了他，不能再给他丝毫喘息的机会。本慌乱无比的艳阳天见不但楚风失去了先前的恐怖速度，并且还在空空摇摇欲坠起来，顿时狂喜，一边疯狂的大喊，一边调动浑身的天力，拼尽浑身的力量去追赶楚风。这次绝不再给他逃脱的机会，我要先将他大卸八块，再将碎尸万段，然后撕成粉碎，最后拍成血沫。此刻的林莫离眼中涌动着狂暴的怒火，身体散发刺骨的杀气，同样毫无保留，拼尽一切的去追赶楚风。突然，又是一大口鲜血自楚风的体内吐了出来。与此同时，楚风身后的黑色羽翼也是瞬间消散，而他的身体也是向下一栽，掉落到了下方的山林之中。难道说我真的要败给这么弱小的两个人类吗？呵，这真是可笑。这一刻，楚风还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但却能够听到耳边传来淡淡那极不甘心却又极其虚弱的声音。可恶，可恶！可是他却什么都做不了，因为淡淡意识已经模糊，不会主动将身体控制权交给楚风，所以楚风只能感受着自己和肩上的齐风阳急速下坠，却毫无办法。最终，楚风与齐风阳落在了山林之中，强大的冲力将大地轰出一座巨坑，掀起一阵浓烈的烟雾，惊得林中野鸟纷飞，野兽乱窜。臭小子，原来你也有精疲力尽之时，我看你这次还往哪逃？与此同时，艳阳天也是紧随而来，他望着下方那滚滚翻腾的浓烟，狂喜不已，但也不敢再有丝毫大意。先是将自己的威压笼罩下，确保封锁住楚风的虽有退路后，这才缓缓下落。而就在这时，林莫离也追了上来，他夹带着满腔的怒火，直接跳入了那浓烟之中，怒吼道：“楚风，你给我拿命来！”林莫离大袖一挥，便将那磅礴的烟雾吹散开来。只不过，当这里的一切能够尽览眼底之际，无论是林莫离还是艳阳天，却皆是神情大变，表情龇牙咧嘴，变得异常精彩。因为他们惊愕地发现，这里虽然有着一座巨坑，但却根本没有楚风的身影。楚风竟然没在这里，凭空消失了。人呢？人呢？究竟跑哪去了？给我滚出来！林莫离有些抓狂，开始疯狂地咆哮起来。快看，那里有字！就在这时，艳阳天跳了过来，将手指向了那深坑之中。而顺着艳阳天手指的方向一看，那林莫离也是吃了一惊，在那深坑之中，的确写着8个大字。这8个大字笔锋有力，蕴含大成之气，而这8字的内容便是青龙山脉，决一生死，
看到这8个大字，艳阳天与林莫离先是倒吸了一口凉气，随后面面相窥，发现在彼此的眼中同样涌动着茫然、不安以及恐惧。怎么办？难道有人救了那楚风？林莫离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到了，顿时恢复了理智，不再像先前那般抓狂。不会，若真有高人相助，楚风没必要兜这么大圈子，肯定是那楚风使用了什么特殊的手段，瞒过了我2人，逃遁了。毕竟那小子本就掌握着很多不可思议的手段。艳阳天解释道：“那眼下该怎么办？”林莫离，这位堂堂麒麟王府的府主，竟然没了主意，还能怎么办？眼下只有一条路可走，那便是青龙宗。艳阳天将目光投向了青龙宗的方向。2日后，百渠沟内，那云中殿宇之中，齐风扬迷迷蒙蒙间睁开了双眼，他的记忆还停留在楚风背着他逃遁，坠落到山林中的画面。至于后面的，他已经毫无印象。醒啦！突然，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抬头一看，原来是他的老朋友，这座殿宇的主人，那位神秘的高手，蓝袍界灵师楚风呢？他在那里，你不会没有救他吧？齐风扬噌的一下站了起来，此刻的他身体已经痊愈，正在焦急地寻找楚风的踪影。放心，我已经把他救下了。这位神秘高手淡淡的笑道：“嘿，恒远兄，我就知道你不会对我见死不救。”听得此话，齐风扬的脸上才露出笑容，问道：“那楚风人呢？你将他带到哪去了？把他送到他该去的地方了。”神秘高手从容地坐到竹制摇椅上，拿着一把破扇子扇动起来。该去的地方，齐风扬满面不解。我江恒远曾发过誓，不干涉青州之事，不参与青州恩怨，只寻找那天赐神体。我这次救了你和楚风，以示破例。我保他一命，并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而是看在他是个好苗子的份上。他如此年纪，具有如此天分，只要能够继续成长下去，日后的成就不会比其他几州的那些小辈的差到哪里去。恐怕就算我皇朝中的那几位小妖孽，他总有一日也会追上，因为这小子的体内似乎有着某种特殊的力量。至于是什么，我也说不好。但是我看中的不是这一点，我看中的是他肯为了救人而不顾自己性命，这种精神是很多人不具备的，他值得我救。江恒远这样解释道。而这一刻，齐风扬则是淡然一笑，不再去问楚风，而是与江恒远唠起了家常。因为他了解江恒远，这次江恒远出手的确是破例，而江恒远能对楚风有这样的评价，说明楚风此刻定然是在安全地带。与此同时，在一个距离百渠沟相隔很远的地方，楚风迷迷糊糊间睁开了他的双眼，揉着那胀痛的脑袋。楚风扫向四周，而当他看清眼前的一切后，却是不由得面容大变，那双眼睛顿时瞪得溜圆，眼中涌动着不可思议的震撼，无比吃惊的道：“这是什么地方？”